按道理啊，每年的这个节点呢，应该是各家终端机的对决。那结果小米发了一台17系列的新成员啊，小米17 Max。那这台机子的定位呢，就是面向那些想要旗舰体验，但是对背屏或者小屏手机没什么强烈需求的用户。那从纸面参数看，也确实是旗舰水准。那至于内部的用料到底如何，那我们就一拆究竟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为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后盖为玻璃材质 ，Deco 的装饰板和摄像头镜片采用一体化设计，因此材质肯定都是玻璃了。来到后盖内侧 ，Deco 内衬采用 CNC 一体成型方案加工而成，材质呢为铝合金，通过4周的激光点焊工艺固定在后盖上。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3颗后摄、后置麦克风、激光对焦传感器以及闪光灯4周。主摄内侧还额外添置了一圈粘胶来提高防尘密闭效果。后置麦克风收声孔内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防止液体通过收声孔进入手机内部。底部扬声器的对应位置呢贴有一小片散热膜，加强对应区域的均热能力。第三步，拆卸主板，传统3段式结构，内侧除4周常规粘胶外，还在主板区域和副板位置添加了大量的额外点胶加固，提高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主板盖板上的这一小片散热膜对应 SOC， 进一步提高核心位置的散热能力。散热膜同样出现在充电线圈和电池之间，不过这片散热膜没有将电池完全覆盖。底部扬声器上呢还贴有一片散热膜，并且向上延伸到了电池底部来扩大均热面积。中间的无线充电线圈呢支持最高50瓦的充电功率，无线反向充电功能也一并到位。NFC 线圈设计在充电线圈上方，位置有点靠下，不如放在机身顶部的方案用起来顺手。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首先取出左下角的这一小块盖板，挑开闪光灯排线接口，随后才能取出主板盖板。盖板材质为金属加塑料，正面粘有闪光灯排线，排线上集成有后置麦克风、激光对焦传感器、一颗闪光灯灯珠，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射器以及后置环境光传感器。来到盖板内侧，压紧填充泡棉分布在前摄、顶部扬声器、主摄角落、潜望模组以及大部分 BTB 接口的对应位置。其中前摄接口使用包裹泡棉的导电布保护，它不仅可以防止接口松动，也能改善一定的电磁兼容性。充电线圈背面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以及顶部扬声器的对应位置，来扩大散热面积，使这片散热膜的尺寸来到5000平方毫米出头。揭开后，下方金属片也能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并且还在潜望 CMOS 的所在区域额外添加了一小片散热膜，来提高这个区域的散热能力啊。那来到主体部分，前摄位置有散热膜的覆盖，提高自拍和视频通话时的散热表现。超广角接口和潜望模组上的铜箔和导电部呢，可以改善一定的电磁兼容性。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主摄由于接口设计在主板背面需要卸下一颗螺丝，连同主板一起取出。那来到背面，主摄接口还有金属盖板加固，防止松动。取出盖板，接口上还覆盖有导电布。揭开导电布，挑开接口分离主摄。超广角使用塑料防滚架保护，潜望长焦固定在独立的金属防滚架内，采用一次反射方案。CMOS 竖立在模组一侧。来到模组背面，前摄覆盖散热膜，前面说过主摄和潜望上都贴有铜箔屏蔽电磁干扰，并辅助散热。那摄像头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主板采用双层叠板设计 ，PCB 来自华通电脑，下层板使用0.55毫米板材。主摄和潜望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触中框和 VC 均热板。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但没有和核心散热件重叠，从结构上避免了积热问题的发生。接口4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个别小元件有做封胶处理。左上角集成有顶部麦克风，薄弱位置的正反两面都有金属片和屏蔽罩的加固。背面的屏蔽罩上贴有提供电磁屏蔽以及加强散热能力的铜箔。那主要发热位置涂有导热材料。核心3大件的 RAM 来自海力士，采用 LPDDR5X 规格。压在 RAM 下方的是高通旗舰 SoC 第5代骁龙8至尊版。左侧是三星 UFS 4.1的 ROM。右下角的充电 IC 是小米自家的澎湃 P3。角落里呢还有澎湃 T1 加和 T1S 的信号增强芯片。分层后可以看到主板夹层中没有添加导热材料，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取出顶部扬声器，采用 AAC 瑞声科技全金属封装的1115X 规格，内部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这个规格要比小米17 Pro 系列以及17 Ultra 的1014E 都要更高一点。取出前置传感器模组，模组采用便于维修的独立模块化设计，上方集成有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以及2颗激光发射器整机一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属于旗舰机的标准配置
中光主板区域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四周，收声孔内配备有白色防水透气膜，主摄区域有做削薄来降低镜头的突出高度。潜望 CMOS 和 SOC 的对应位置做了镂空设计，让两者发出的热量可以通过 VC 均热板带走。那核心区域的均热板还做了3D 凸台，来缩小核心和 VC 的间距，降低 Z 轴的接触热阻，提高导热效率。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也是类似的作用，前摄主摄以及潜望模组四周设计有纤维结构和纤维柱，防止镜头偏移。结构上还添加有红色缓冲胶垫保护镜组。第4步，拆卸副板，4压散热膜卸下副板区的所有螺丝，拔出左下角的天线小板，拉出同轴线，取出副板盖板，盖板材质为金属加塑料，内侧马达和接口对应位置贴有压紧填充泡棉，防止部件松动。中间的红色胶垫对应副板屏蔽罩，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副板 PCB 同样是华通电脑的0.55毫米板材，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副板上集成有2颗底部麦克风、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根部有做封胶处理，内侧配备了防尘防水的胶圈。接口速率和小米17 Pro 系列保持一致，是5Gbps 的 USB 3.2 正一规格，支持 DP 视频输出。整机也和小米17 Pro 系列以及17 Ultra 一样，共配备了4颗麦克风，属于旗舰机的标杆级配置啊。2个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都有 L 型防呆设计，其中右边的收声孔特意设计为长条形，来和 SIM 卡插孔做区分。左边的收声孔则借用扬声器最边缘的这个洞收声。取出底部扬声器，底部的发声单元是小米17 Pro 系列以及17 Ultra 同款的1115X 规格，全枪设计，但供应商从歌尔股份更换成了 AEC 瑞声科技，内部同样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那17 Max 这种上下对等的1115X会让听感更加均衡。取出 X 轴线性马达，马达同样来自瑞声科技啊，采用小米17 Pro Max 以及17 Ultra 同款的 ESA 0809E 规格，那使用第3代技术平台打造，厚度来到4毫米，要比常见的那种 0809A 厚0.5啊，综合性能呢略优于15 Ultra 上的那颗 ESA 0809B。中框副板区域2个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防漏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整机通过了 IP68加 IP69的防护认证。第5步，拆电池。电池有快拆设计，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容量来到了8000毫安时，是17系列里容量最高的啊。制造商依旧是老朋友东莞新能德电芯 ATL。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在892瓦时每升左右。电池保护板顶部贴有一片灰色胶条做缓冲保护。4压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内部集成有小米自家的电池管理芯片澎湃 G2，还有 CPAC 工艺将保护板堆叠方式改为这个 Z 轴啊，腾出空间给电芯加大容量。包装内附带有100瓦快充头，实测峰值充电功率84.3瓦，1到100充电用时呢是57分钟。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屏幕的主要规格和小米17 Pro Max 以及17 Ultra 一致，同样是来自华星光电的 LTPO OLED， 采用 M10发光材料，表面覆盖小米龙晶玻璃 3.0， 分辨率、调光方面都和2个大哥看齐啊。暗光环境下实测手动全屏最高亮度接近700尼特，那亮度策略又有调整。环境光变亮时呢，会自动进入阳光模式，此时测的全屏最高亮度靠近1000尼特。使用强光激发后逼近2000尼特，10%窗口下播放 HDR 素材亮度呢超过3800，进一步缩小到1%窗口时啊，亮度提升就不明显了。最暗同样可以下探到1尼特。屏幕背面的布局和17 Pro Max 以及17 Ultra 完全一致，中间都覆盖有面积在33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用来提升屏幕的均热能力。下方是汇顶科技新一代的3D 超声波单点指纹方案，它对不同规格钢化膜的适配性会更好。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屏幕边缘采用 LIPO 封装工艺，使边框变得更窄。触控 IC 也是小米17 Pro 系列以及17 Ultra 同款的新思 S3910V。中框上覆盖一片面积接近59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散热膜没有覆盖指纹的对应位置，而是加上了泡棉做缓冲保护。4压散热膜就能看到不锈钢材质的立体环形冷泵 VC 了，面积呢在5400多平方毫米。VC 在 SOC 对应位置做了下凹设计，防止核心发出的热量直接传导至屏幕，形成点状热源，带来不必要的温度感知。底部 DDIC 的对应位置也有缓冲泡棉的保护。最后的中框总成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在不影响信号的前提下，天线缎带采用对称式设计，让整机看起来更加的规整啊。这种设计在小米近期的多款机型中都有出现。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啊。整机呢有3种共18颗螺丝。那看完小米17 Max 的内部硬件，在保证核心旗舰规格的基础上，居然还带来了一些小惊喜啊。你比如更出色的双扬配置，那没有了背屏，内部空间多了，所以能做到小米17系列里最大的电池容量，并且散热表现也会更好。说它是大屏标准版旗舰啊，感觉有些保守了。那即便放到同档位，也是非常水桶无明显短板的一台旗舰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罗宾，我们下期想拆再见。